强，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28号。川普总统呢，昨天呢，他把这个纾困法案呢签了。那么，川普总统签了这个纾困法案以后呢，很多黑川的人士很高兴。有一个黑川的人士是在推特上面经常发帖黑川普的，他特意把他写的一段推文呢发给我看。他这个推文里面写呢，就说川普你有本事别签啊，你为什么签啊？他的意思就是川普跌软了，川普服输了。我不知道这种小人得志的心理，你知道什么？你对美国的法律了解吗？你知道川普签这个纾困法案，他的目的是什么？像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生在美国。他如果生在美国之外呢，那么美国的纾困法案跟他本身就没有关系，所以他不过是一个吃瓜群众，不过是一个黑川人士，对川普任何事情都落井下石，他就得到一个心头之快。如果他生在美国，我就更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心理了。难道600块比川普给的2000块更要多吗？他情愿拿600不拿2000吗？很多华人啊，移民海外多年，他们改不了中国大陆那种专制思维，也就是他们本身，他们个人的利益时时被统治者侵害。但是呢，他总有统治者的思维，他是吃着地沟油的命，但是他操着中南海的心。像这种人，他黑川普的这个人，我觉得他就是这一类。哪怕他移民在海外，哪怕他在美国生活多年，但是呢，他改不了这种奴才的命。川普总统为什么要签这个纾困法案？川普总统签这个纾困法案是有附加条件的，也绝不是随随便便就签下这个纾困法案。因为川普总统签的这个纾困法案，它是依据美国1974年蓄水池控制法，根据这个法律呢，川普总统来签的。也就是川普总统他对国会给他报上来的这个法案呢，他认为同意的部分他就批准了，那么所有他用红勾打出来的部分就是退回给国会的，也就是依据1974年蓄水池控制法呢，同意的部分就通过了，不同意的部分他退回给国会，由你们国会呢重新商量以后，然后再决定。也就是不是川普总统批准了这个5800多页所有的条款，只是对里面部分他同意的条款给予了批准和通过。也就是他签署了这个疫情纾困法案以后呢，主要就是什么？他加进了一些重要的条款，比方说对每个美国人本来国会只批准给600美元，但是川普总统要求把它提升到2000美元一个人，夫妻呢就可以达到4000美元，孩子给600美元。当然了，一个家庭的封顶是5200美元，也就是最多可以承担2个孩子。这是川普总统对纾困金给出的一个方案。同时，川普总统要求废除230条款，要求国会调查本轮大选的舞弊欺诈现象。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川普总统在批准这个法案里面提出的附加条件。这个附加条件呢，对于南希和民主党来讲呢，他们只认可呢增加到2000美元，也就是给每个美国公民呢增加到2000美元，他们是同意的。但是呢，南希是玩了花招的，也就是南希在川普总统上次发表谈话以后，要求给每个美国人增加到2000美元的法案的时候，他马上发表演讲表示支持，并且他就说马上就通过国会重新投票来通过这个法案。但是他重新投票之后，他玩了花招，因为用哪种投票方式是由他这个议长来决定的。他选用的这个方式不是大多数议员通过，由大多数议员同意以后，多数票同意以后，这个法案就通过了。他选择的是绝对反对通过法案，也就是只要有1个人反对，这个法案就通不过。他选择这种投票表决方式，显然在整个国会议员里面有几百个人呢，只要有1个人反对，这个法案就通不过了。因此，这个纾困法案，川普总统提出的给每个美国人加到2000美元这个法案，在第2天南希组织的这个投票议案上面就没有通过，只要有1个人反对就通不过嘛。因此来讲，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僵局。那变成僵局以后，对美国民众他们就心里面一个结啊，也就是国会既然通不过，那600美元是不是泡汤了？所以说，川普总统昨天就主动签署了这个法案。签署这个法案主要是避免这种硬碰硬造成的僵局，也就是一旦签署，就是600美元已经是保底了，每个人600美元已经生效了。那是否能加到2000美元？那么国会可以再投票。因为川普总统如果一直不签的话呢，就会导致什么？不仅仅政府会关门，民众的纾困款呢也拿不到，1分也拿不到。1分拿不到的情况下，大家本来希望拿2000啊，但是2000没通过，至少600也行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连600都拿不到的话，会有人会怨怪总统的，尤其那些等着这个钱用的家庭。所以呢，川普呢，他现在签署呢，至少是600保底，大家是肯定有了。川普并没有取消这个600的纾困金，他只是纾困金600先拿到，然后他要求把它增加到2000。他也没有取消国会呢通过的那个条款里面给议员本人每人都增加30%的工资，也就是每人的年薪都增加了将近6万美元，
川普总统也没有取消这一条，也就是川普总统不愿意让所有的国会议员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呢，他们反对川普，也就是川普总统还是希望国会议员能支持他，最终给美国民众把这个纾困金呢从600加到2000。川普总统不愿意去激发矛盾，他先签字后整改，不引起混乱和抱怨，然后他把这个球就再次踢给了国会，也就是你们国会，你们最终同意不同意啊？如果你们不同意把民众的纾困金从600加到2000，那就是你们对民众不负责任，而且会引起民众对这个官僚体系严重的愤慨嘛。所以说南希呢，他是动了坏脑筋的。他上次呢用那种绝对反对方式来表决通过，那显然只要有1票反对就通不过啊。如果南希继续用这种方式的话，显然大家就看出南希这个人目的就是不让大家拿到2000美元，只拿600美元，而他们给外国大傻逼一下子送了几千亿美元。川普总统把大部分这些不合理的支出统统砍掉了。川普这样做是要得罪很多人的。大家可以看到，川普总统他就任这么4年以来，他是让美国的官僚体系彻底暴露的。在他之前，前面任何一任总统都没有暴露过华盛顿沼泽有那么深，都看到总统跟国会是沆瀣一气的。美国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本来是互相制约的关系，现在已经变成了三权勾结了，也就是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现在又加上一个大法官，加上司法体系，现在全部暴露了嘛？这都在川普总统的任期上面，我们看到了他全部暴露，加上半个行政体系，也就是华府国务院白宫的半个行政体系，通通跟国会、跟参议院、跟众议院和大法官系统、司法系统，他们是沆瀣一气的关系。也就是川普总统凭一己之力打败了2个党，外加一个司法体系和半个行政体系。可以讲，川普总统他改变华盛顿，实际上他的所有力量都来自于人民，因为现在只有普通民众在支持川普。所有的这些政治大佬们，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包括司法体系这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们已经在出卖良知，他们根本就不是在捍卫美国的宪法，他们为了保全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都不敢承接各种案子，他们没有为美国宪法担当的这种毅力和决心。所以说，这些大法官变成了美国纳税人终身赡养他们，有什么道理？凭什么大法官是终身制？他们拿到人民的俸禄，他们终身担任大法官，拿到高薪，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为人民做主的时候，他们连案子都不敢接，更别说是判案了。所以说，这样的大法官，他的倒退和他的腐烂体系的形成，不是一朝两朝形成的，这是美国几十年来从老布什开始，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巴马，他们这4任总统就毁坏了美国的所有的行政体系、司法体系和美国的立法系统。因此，美国的三权分立在这几任总统在他们执政的这几十年，最终把它丧失成为三权勾结。三权勾结的结果就是这些人一起上了爱泼斯坦的小岛，一起去淫乱，一起跟中共沆瀣一气，一起把美国的利益卖给中国。所以说，为什么中国能够几十年来对美国渗透如此之深，能够颠覆美国的司法体系，能够颠覆美国国家的民主制度，能够在美国有效的大规模的组织起安提法，组织起黑名贵这样的行动，这都是中共和美国他这个左派大联盟和他这个深层政府互相勾结、互相配合的结果。所以到了今天，你根本无法抵御美国高层他们对中共的出卖和投靠。连美国前任的财政部长叫鲍尔森，鲍尔森还是共和党的一个财政部长，他这2天又开始活络了。以前呢是一直因为他亲中的政策受到华盛顿排挤的，现在这2天他感觉到机会来了。虽然拜登执政，拜登民主党亲中的政策跟他鲍尔森的政策是一样的，所以鲍尔森现在又说，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关的，绝不可以不考虑中国的利益让美国发展。美国发展的前提是必须跟中国一起壮大，这就是鲍尔森的理论嘛。那么持鲍尔森这种理论的人在美国大有人在啊，也就是美国前朝，无论是老小布什还是克林顿、奥巴马，他们这个政府内阁里面所任命的各种高级官员跟中共的勾兑都是非常深的。这些人他们非常惧怕川普总统在华盛顿要排干他们这些沼泽，来追究他们家族的腐败。所有跟中国打交道，所有老婆娶的是中国人的，所有他的公司办在中国的，没有一家他们跟中共没有利益勾兑，没有一家没有金钱或者女色的往来，没有几个家族当他们缺少器官的时候，他们会不到中国去更换器官。所以说，这些人对中共的依赖，实际上就是满足了他们个人家族的利益，满足了他们自己追求名誉和金钱的希望，而出卖的是美国人民，出卖的是美国国家利益，出卖的是美国先父们制定的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所以到了这时候，川普总统真的是在孤军奋战。川普总统身边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支持他的人民很多。除了我们看到投票支持川普的这7500万人民之外，还有很多实际上投票
支持川普的，最终被记到拜登名下的这些人都是支持川普总统的。川普总统是靠人民给他的力量，川普总统才能如此伟大，才能如此强悍。所以说，人民是川普总统的后盾。1月6号就是我们人民显示力量的时候了。我多次说过，每一个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你1月6号你有能力，你就到华盛顿 DC 去，亲身参加川普总统号召的这场在1月6号华盛顿 DC 所展示的人民力量的集会和游行。如果你不能够到华盛顿 DC 去，你就到你当地州所在的首府，或者是当地所在的大城市，你去参加这些活动。如果说你因为工作生活的原因，你根本不能够外出，不能够参加这些活动，那么你就在网上声援，你可以出钱，可以出力，你可以支持你那些愿意来到华盛顿 DC 的朋友，帮他们买飞机票，帮他们出差旅费，也就是你用你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多朋友呢都不断的关心问我去不去。我可以讲，本来呢因为安全的需要，我到哪个地方呢，我一般呢都不提前透露的。但是这一次川普总统亲自号召的，全国的民众只要支持他的就要去，所以我明确告诉大家，我去川普总统亲自号召的集会，我一定去。而且呢，我还打算在现场开直播，通过现场直播的情况呢，给网友带来现场最实鲜的消息。因为主流媒体不报道嘛，主流媒体不报道，我们这些自媒体就责无旁贷。虽然建明的自媒体跟主流媒体比是完全微不足道，和其他自媒体比，我也没有他们那么多的粉丝。但是2020年是我们大家见证历史的一个年代，若干年后你会自豪地说，你没有虚度2020年这个庚子年，因为这个庚子年可以讲，下一个庚子年我建明活不到，上一个庚子年开始之后，我建明还没出生，我们不能错过2020年这么一个伟大的年代。所以说，虽然我现在居住在美国，但是美国这一场2020年的总统大选，它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总统换届，是民主党、共和党轮流坐庄，而是邪恶和文明的对决，而是世界走入什么方向，而是世界是回归传统的价值观，世界继续向着文明的方向前进，美国继续保持文明灯塔的形象，还是说美国从此堕落，美国堕落成南非，美国跟中共的勾结，最终美国就沉沦，美国就变成中共所操纵的一个委内瑞拉或者是一个南非。这么多年的现实，大家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就任这么4年来，可以讲川普总统的亲民形象从来主流媒体就没有报道过，梅拉利亚的亲民形象也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过。可以讲，梅拉利亚无论是从她的形象、她的模特儿的气质，还是她作为第一夫人她的应有的地位，但是梅拉利亚这4年来，她没有上过一次世界上各种知名时尚杂志的封面。而奥巴马老婆长什么样，我就不用把图片贴给大家看了，大家都知道梅拉利亚长成什么样，奥巴马老婆是什么样。奥巴马老婆居然上了全世界各种时尚杂志，至少上了有10几次。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你觉得是媒体究竟是他审美的观点的变化，还是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变化、思维意识形态的变化呢？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这一点嘛，都是因为他们思想意识形态的排斥，所以他们才排斥川普总统的亲民形象，排斥梅拉利亚的亲民形象，梅拉利亚才上不了时尚杂志，而奥巴马的老婆可以上10几次。你觉得奥巴马的老婆真的有这个魅力，真的有这个形象，真的有这个气质，可以上到世界顶级的时尚杂志，而且要上10几次封面吗？有这样的审美观吗？这就是美国今天所有主流媒体告诉你的答案。他们不看事实，不看美丑，他们只看立场。只要按照他们左派的立场来做的事，丑的就是美的。而反对他们左派的，反对他们这种深层政府左派大联盟的立场的，那再美，在他们眼里面也要丑化你。也就是美国的媒体，尤其是美国的所谓主流媒体，我给这些主流媒体，我给他们起的名字就叫主要流氓媒体。为什么说他们是主要流氓媒体？也就是他们不看事实啊，那些真实报道事实的，他们一律不登，他们就是颠倒黑白，跟中共的手法现在已经完全一样了。乌克兰政府在2020年12月25号发布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来指证拜登的腐败，指证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所犯下的各种腐败行为，出示了大量的银行记录和证人等各种证据。这也就是一个国家政府指定的美国现在所谓当选的总统拜登和他的儿子在人家国家腐败的，既有银行记录又有证据，这再充分不过了。但是你看，美国哪一个媒体报道过？美国哪一个主要媒体他们去报道过这个真实存在的事件？他们都是帮助拜登掩盖的嘛。如果这个报道的是川普呢，是伊万卡呢，是库什纳呢，那肯定是满天飞了。一个外国政府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你觉得是假的吗？
乌克兰他会召开一个假的新闻发布会来指证拜登和拜登的儿子呢？更何况现在拜登不是所谓新当选，马上就要当总统了，人家敢愿意得罪你美国这个总统？如果没有事实，人家敢捏造你吗？为什么乌克兰政府发布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美国的主流媒体只字不提呢？而中欧协议马上要达成，现在可以讲世界上各大媒体，尤其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不断的去吹捧啊，他们就希望渲染中国和欧洲达成的这个贸易协议。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正遭受到中共输出的病毒，就是今年2020年 COVID-19 给全球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的杀伤力。欧洲各国在中国这个病毒袭击下，可以讲是惨不忍睹啊。但是呢，很快呢，默克尔、马克龙他们身中病毒，但是他们要跟中共勾结。现在中欧马上要达成他们的贸易协议，也就是所有的病毒并没有让欧洲醒过来，欧洲反而更加的投入中共这个邪恶的怀抱。也就是中共很清楚啊，他们用再毒辣的手法，用病毒让你死的人再多，最终你还是要投靠中共的。中共就用这种方法，就跟当年希特勒一样嘛。希特勒当年进驻法国时候，可以讲一枪未放哇，法国就自动投降了哇。现在中共用病毒去征服了欧洲，欧洲同样要跟中共签订他们的贸易协议，欧洲就是要倒向中共嘛。为什么欧洲现在选择这个时候要倒向中共啊？因为他们知道川普要下台了哇，默克尔高兴死了哇，把川普赶走了哇，拜登来了哇，欧洲默克尔就是跟拜登一起跟中共勾结的哇，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新老朋友跟中国一起沆瀣一气了哇，中共就是用利益、用金钱、用美色、用器官去收买了所有的欧洲和美国的政客，而欧美这些政要，他们在中共的这些炮弹下面，基本上来讲是完全没有抵抗力，谁被中共击中，谁就成为俘虏。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各种例证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巴尔他所在的司法部所列举的报告根本就不提中国的事，中共干扰美国大选的案例不要太多啊。我就发两张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张图你就可以看出是中共干预美国大选的明证。中共在马州就组织了当地所有的华人协会，去让每一个华人都让你们投票。他在这个宣传单上面明确告诉你怎么投，投谁就告诉你投民主党、投拜登、投民主党所有的参议员、众议员，你们反正只能选民主党。民主党究竟给中共什么好处啊？中共为什么要号召在美国有投票权的所有华人都要投民主党、投拜登呢？毫无疑问来讲，拜登是跟中共长期勾结，中共已经可以操控拜登的人嘛。所以在网络上，很多人支持拜登的人，很多反对川普的人说他们支持拜登是在反共。我实在不清楚，你支持的拜登的反共，你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你拿什么来证明支持拜登就是反共？拜登就代表反共的力量，拜登跟中共勾结的力量无数事实放在这儿，你看不见吗？中共的这个宣传单怎么上面不让你去选川普的呢？他为什么让你选拜登呢？中共就是要在美国民主党里面培养他们可以操纵的美国的政治人物。无论是现在培养的拜登，还是未来要培养的年轻新秀，类似于像杨安泽这样的人，你可以去观察一下杨安泽。杨安泽的粉丝有很多都是五毛和小粉红。杨安泽是不是已经被中共收买？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暴露的证据，但至少说明中共正在主攻杨安泽或渗透他的圈子、他的团队。因为中共把民主党这个华人政治新星杨安泽培养成自己重点培养的对象，是符合中共的利益的。而且中共统战的角度，最容易把其他的华人团体、华人团队都组织起来，来支持一个海外的所谓华人明星、华人政治明星，而这个政治明星基本上都是为中共服务的。你观察一下美国政坛上所有那些华人议员、华人参议员好、华人众议员好，无论是联邦的参众议员，还是各个州的参众议员，还是那些华人担任到州政府里面的官员的人，这些人要么本人是已经投靠中共，要么是娶了中国的老婆，然后和中共沆瀣一气。这些人几乎是99%的为中共服务的，为中共在美国成为代言人的。可以讲，美国这个沼泽它之所以深，绝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类似于拜登，因为拜登他们日益成长为中共的代言人，这种现象不是一日之功，是几十年培养的结果。中共在海外，尤其在美国，渗透了大量的力量。除了培养来自中国大陆和来自台湾的各种华人的政治明星之外，同时渗透拜登和麦康奈尔这种美国的白人明星，那么最终也就是白人拿下，华人拿下，那些黑人像奥巴马、贺锦丽这种人非常容易拿下。所以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正遭受到中共对他的一种颠覆。因此，你希望美国变成中共国，你就支持拜登吧。很简单一个道理，我可以跟大家说，福克斯新闻的主播叫玛利亚。
玛利亚在12月27号，她在一个节目里面就讲述中共威胁，当她说到拜登家族和中共勾结的时候，突然就被断播了。你想想看，福克斯一个美国一流的主流媒体，他这个大媒体在播放之后，他的主持人当他讲到拜登跟中共勾结的时候，居然就能被断播。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电视台里面的总编啊，电视台里面的领导人啊，不愿意玛利亚讲这种事嘛。也就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已经被中共渗透，凡是谈到跟中共勾结的事，就不允许你讲。那也就是媒体，他现在已经投靠中共。美国的媒体投靠中共，你觉得多么的可怕？也就是美国现在已经向中共转化。如果未来的美国就变成中国，那么你想想看，你移民到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美国这个意识形态被中共颠覆的，现在正在经历着另外一种文革啊！美国现在出现了一种出卖啊！我给大家展示一张图片，这个图片里面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本来是朋友，只是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在几年前曾经录过一个不长的一段视频，大概也就几秒、十几秒。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她用了这么一个单词叫黑鬼。那么她这一段视频呢，就被这个男孩偷偷地把它收藏了起来。他一藏就藏了几年，直到这个女孩有一天上了大学以后，这个男生呢就把这个女孩当年几年前录的曾经讲过黑鬼这个单词的视频呢，他在互联网上把它公开了。他公开了以后，就导致了这个女生受到学校的调查，最终这个女孩被学校逼得她退学。现在这个男孩呢，在互联网上嘴还很硬，很多人都质问这个男孩，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心机？为什么几年前录的一个几秒的视频，你会掩藏几年以后再把它发布出来？而且你发布出来，导致这个女孩前程被毁，你有没有愧疚？这个男孩说他不后悔出卖的朋友，我相信他现在可能嘴硬，他还讲他现在不后悔，但是我相信10年、20年以后，随着他年龄的增加，随着他自己阅历的增加，或者随着他人生经历的不断的起伏，他那时候会顿悟的，他会后悔的，他会为毁灭这个女孩子大学的前程而后悔的。尤其是他如果经历过一次别人对他的出卖以后，他就会知道被出卖是一个什么结果。但是这种出卖，他完全跟美国的价值观不符，他跟美国基督教义、跟美国遵循上帝的教诲的，他这个传统价值观完全不符。这是共产文化，所有的出卖都是共产文化，只有共产党、只有共产主义才最喜欢搞出卖这一套。但是今天在美国发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美国继续堕落下去，美国有一天就会演化成现在的中国啊！中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就在昨天，上海法院对今年2月份在湖北武汉第一手记录新冠疫情、取得防疫资料的上海前律师、公民记者叫张展，他在12月28号就被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以他寻衅滋事为罪名，判处了他4年徒刑。张展曾经不顾个人安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多段的视频，包括记录武汉的医院和社区各种场景的片段，这就得罪中共了。中共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暴露他们所谓救灾期间里面的所有的事实真相，因此中共就要打击张展。张展被判处4年徒刑以后，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人很后悔。他父母高呼说：“我们错误了，我们相信了政府，相信了公安系统，没有相信律师。现在我女儿被判4年，他说我女儿的身体根本就扛不住4年。”他的父母现在后悔了。这样的父母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误判断，就是共产主义教育培养的结果。也就是中国人，他什么时候当他儿女陷入囹圄的时候，他仍然选择相信政府，相信共产党。他以为他跟共产党配合，共产党就会放了他女儿。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吧？共产党就是把张展往死里面囚。张展根本就没做什么事，张展不过是把一些真实的片段在互联网上披露，那么共产党就用寻衅滋事罪对张展判处了4年徒刑。而且张展在监狱里面经历了长期的镣铐的酷刑之后，他本人又采取了绝食的行动，所以说他的身体现在非常的差，他能不能熬过这4年，很多人都为之担忧。所以说在中国出现像张展这样的人物，你希望以后在美国也出现吗？美国也会有像张展这样的一个公民记者、一个律师，当他揭露的腐败、揭露的丑恶的时候，他也被送进牢房，也用刑讯滋事罪对他判处个几年徒刑。他的父母也会选择跟政府合作，最终希望政府能够放过他女儿，而政府只是变本加厉的对他女儿进行更深的处罚吗？因此，拯救美国就是拯救人类。美国如果毁灭了，那中国是不可能有希望。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的责任，也就是我们不但要托起美国这个自由灯塔，能让美国的自由灯塔能照亮全世界的前程，同时希望美国的进步和伟大以后能够去拯救我们苦难深重的祖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支持川普，
支持美国回归传统价值观，支持美国打击中共，支持川普总统连任，在他的任期内能够消灭中国，能解救所有中国所有像张展这种生活在共产主义铁蹄下的那些中国14亿的被中共残酷压榨的这些人民，这是我们这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